讲话白目没得救，这些话竟然敢讲。我们要庆祝那个父亲节，谁没父亲谁没爸爸？站在我旁边，眼泪就唰，哇，爸爸才刚开，哇，倒吸一口气。家具店的时候遇到一对夫妻，身材有点像陈哥这样，比较福气的。录完这一段自己叫车就好了，好不好？活动现场爆粗口，巧妙救场，超厉害！厂商他们又在改东西的时候，他拿着一个麦克风就然后回头看我一下，然后他就随口说了一个送出去了，这是死亡现场哎！可是你知道他一转头，他一上场，他说：“各位同仁，等等抽奖想要抽几把？”然后所有人就是谐音梗带过。欢迎收看《女王大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4位曾经因为不小心白目说错话，让整个气氛瞬间冻结的来宾，到底说了什么让他们冷汗直流？欢迎第一位张兆志，欢迎，欢迎，就举杯，欢迎阿诺，对，齐队了，欢迎蔡颖杰，欢迎赵正明赵哥，好极了！哇，今天的来宾呢都是一时之选，一时之选，真的。那但是今天张兆志应该算是蛮会说话的。对啊，就举哥，我们也相较之下，你算里面比较在意说话这件事，对啊，会察言观色，圆滑多了吧？圆滑多了。所以我是因为我们也有那个就是资历浅的时候，所以主持一些场合，谁没有过去？对，他会说话的时候有。好，说错话呢是在所难免嘛，对不对？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来了，真的不是故意的。怎么了？一句话让气氛瞬间凉凉的。哎呦，下次去吃好吃的，这很平凡。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到底有什么问题呢？说错时间就会让你就是身败名裂，没有啦，也没到身败名裂，但是会被大家讨厌。就是有一次我们出外景，然后就大家那一次就是外景，大家都非常的辛苦，然后我们又在外地，在日本，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制作人，他就想说大家那么辛苦了，那我今天带你们去吃一个百年老店，哎呦，哇，很难排在银座这样子，哇，那应该价位不低哦。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很开心哇，然后大家就很兴奋，就非常期待那一餐。然后去吃的时候，就是因为人也很多嘛，其实是我们大家就是分2桌，那我们这一桌就会偶尔会这样讨论一下，说，哎，你觉得好吃吗？我觉得也是还好哎，吃不出百年老店到底是哪里？是什么品相啊？我记得好像是类似咖喱饭之类的东西，就是蛮平常的，但是可能就是他们的国民小吃、国民美食啦。然后那我们就有一点点比较吃不是那么明白嘛，然后就说，好像就是它这么贵，然后在这个这样，然后就可能有讨论一下。那在我的既定印象是，大家就觉得可能是普普通通。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制作人在买单。那买单的时候，我们就顺便会在门口聊天。聊天的时候，他们大概就关心一下，说：“哎，阿诺，那你现在就是工作还好吗？收入还 OK 吗？”我就说：“有，现在收入就是工作步入轨道，才开始可以存点钱。”他说：“哇，那你要请客了。”可能制作人刚好走出来在我后面的时候，他们大家就听到说要请客了，然后就说：“没问题，我下次再请你们吃好吃的。”然后制作人就是走过来想说：“怎样？你要请客哦？你要请客，刚刚不去那个付钱？”我说：“没有啦，我下次带他们去吃好吃的。”然后他们说：“我今天请的不好吃吗？”然后说会往那方向想吗？可是呢，我再来一句，我说：“没有，我带他们去吃更好吃的。”我想解释。因为我的脑子就想说，大家觉得没有，你一定觉得普普，你才有那个，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讨论，你就少了那个心眼，奇怪了。那我也你看起来很有心机的，怎么会这样？没有，因为大家都说不好吃，所以我想说带大家去。那是不是？大家也没说不好吃，大家只是说普通而已。那就是不好吃。普通不代表不好吃，就是跟期望值有落差。对，我觉得不能说它不好，它那不是不好吃，就是期望值。不好吃是这种哎。那么我应该怎么说？应该你看他也不会讲啊，那我应该怎么说老人家？
你不能问我，因为挑你毛病的人是他，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也爱啊，我顺理成章的认为你这故事讲得很完美。麻烦你挑人家毛病来解释一下。他说人家请了百年老店你现在这么有钱了，怎么刚刚不请客啊？他说这个又超过了我的预算了，先把它就幽默化解嘛。好厉害哦！我现在有的钱是一点点钱，等我再赚多一点，我一定请大家去吃好吃的，对不对？哦，难道我刚刚请的不好吃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好吃，让我给我很好的灵感，下次我就要吃这么好吃。哇，神救援哎，这不就好了吗？神救援我就是因为这么好吃，才给我这个灵感。下次我要带他去吃一样好吃的。对啊，这样讲就好了。好厉害哦！好会讲哦。你好强，哇，这汤圆有够大颗的。厉害哦，好会熟。这是元宵，是用塞子塞的那个。对吧？当下怎么想得到？要什么时候啊？这一次给20盒，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很直观的很多想法。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后面的时候就讲任何的话，就会很容易被人家挑毛病。你后来跟这个制作人在一起出外景的时候，不会有一点外景？没有，偶尔会碰到，然后但是知道他有点小在，但他会讲出来，就代表说他其实也是愿意化解这件事，所以他就是刁我，他也是要刁你而已。对。还好了，对，所以其实也还好。可之后可能其他人就是常常听到这个故事，就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很机车的人。然后记得有一次我还去人家办公室的时候，吃完一根香蕉，我就问说：“请问这香蕉皮要丢哪？”然后他们就会说：“怎样？现在连香蕉皮都不能自己丢了是吧？啊，垃圾桶就在这里，还要问我香蕉皮要丢哪？”我内心就想说，不是，因为我想说它是一个厨余，总不能随便丢在人家垃圾桶。可是话可能就没有讲清楚，所以之后我都会觉得我要把话讲得比较清楚，可能长一点这样子。我就想到我们之前也是我们那个同一个美食的团队里面有一个妹妹，她是企划。哇，她讲话还真很不经大脑，超可爱的。她有一次他们开完那个脚本会议，然后她就拿着一堆剩下的披萨跟盐酥鸡，拿到我们的监制面前，然后跟监制说：“什么哥，你要不要吃这个？哦，你不要吃哦，因为你不吃，我们也是拿去丢掉。”这就更白目了。对，你不吃吗？你不吃，我们就丢掉了。所以是让我骑到我吃喷，对，还是让我吃剩下的，对吧？对，我这一类。会捏冷汗呢，这个好可怕。我觉得说话是要练习啊，无心之过。我是觉得以阿诺刚才所举的例子啊，大家有时候讲话那种下定论的时候，不要下得太绝对。比如说哇，那个车子是爆烂的。可是上并没有那么差，可是他就要讲得很夸张，有没有？赵哥有没有觉得？我做我们这行就是这样，就是因为综艺节目现在都会想要讲话，有没有很多年轻人都讲话都这样子啊？因为他们就刚看看综艺节目啊，是看综艺节目学坏了，巨烂。对，再不然就是吃到这好吃要确定呢，要确哦，要确。这样。我觉得我这个也蛮强大的，真的很尴尬。因为有一次进那个，好，慢着，在你转化变成现在的蔡允杰之前的蔡小姐，其实蛮白目的，对不对？自己承认吧。好，谢谢，承认就好了。我其实今天很感谢我很久没来嘞，然后我看到这个主题，想说为什么非到我不可是我没对，量身打造，应该否认。所以这题是为了我打造的。对。这是什么？脸盲打招呼。哎呦，是那个脸盲还是连忙打招呼？哦，是脸盲，认不出来。是脸盲，不是。我跟你说很可怕。我有一次进休息室，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哪一根筋不对，我可能可以把赵哥叫成陈哥，把陈哥叫成赵哥。有一次呢，那个进去一看到一个长辈，我就说：“小钟哥早。”全场安静然后我也没有发现什么事，我就在那边吃我的早餐，因为现在只有你看得到小钟。对，人家还活着，还没活着。然后我就在那边，继续小钟。不是今天，然后反正我就在那边追剧，我也没有当下就发现现场好冷，也没有人跟我讲。大概过了20分钟到半小时之后，我突然发现，不是小钟哥他不是小钟哥他是虫虫哥差很大吧，身高也不一样。天哪！我后来就默默的，因为我就不敢面对这个问题，我就去问书画说，我刚刚是不是叫错？
他说原来你不知道哦，可是现场很尴尬，你没有发现吗？我说我真的没有发现，而且当下他也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不开心。如果是虫虫哥的话，应该会自己化解这个没有尴尬。虫虫跟你打招呼吗？觉你遇到他的时候，得怎么会有那一这么定是他，离那一定奇他还在的？自己的状态里，否则他应该会解自己的。他一定会解他一定解这个围。对啊，哦，哪里？他应该会解这个围。然后还有一次更尴尬的是，我有一次在录影现场，我看到了季晴姐，结果呢我太紧张，因为第一次见她，我就大叫说：“季妹妹好！”然后全场整个那个走廊是结冰吗？结冰，因为我是一个大后辈，我居然叫一个姐叫季妹妹好，然后现场的人就很尴尬，他的助理跟经纪人，然后我也这样，然后我就说季。我就走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叫他，我就是习惯看他叫刚才季叫妹妹。看着虫虫叫小钟哥，跟这个看到这演员直接叫季美眉，哪一个尴尬？第二个，都尴尬，我觉得都第二个尴尬多了。为什么？第二个，可季美眉以前年轻的时候，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叫季美眉，因为她变得很像小燕姐一样，哦，她是一个名字，对好像迅猛龙，对长得漂亮怎么叫迅猛龙？对我记得我后来补了一句叫季妹妹姐好，更尴尬了。没姐，没有，就是所以他的认知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就是他是个名字，对了，所以他有时候有人在叫他叫赵把子啊，哎，有人他听了他就听得很高兴啊。没有，我都是平安。转性了，江湖险恶，江湖险恶，融合很多对哎，啊，来，我的这个题目是什么？谁没有爸爸？谁没有？像你会说的话。哎，这搞不好真的有人没有啊。没有的话不可能分得出来。只要是人都一定有爸爸跟妈对，妈当然啊，吧。不然呢？但有些人就这辈子没有见过爸爸，他就不觉得他有爸爸这种。可能没见过生这个人100个找不到一个啊，比例上很少了，会有没有错了？对啦，我们做演艺圈啊，别的行业我不讲，我就讲做演艺圈。我今天讲话会变成这个样子，也是被演艺圈害的。哎呦，所以基本上，我认真讲，我相信，真的。我正想说，就是没有错。我们演艺圈，尤其我们在做幕后的时候，我们不是跟人说话，就是跟鬼说话。大部分都跟鬼在一起说话。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知道吧？你看幕后工作人员，不是胖的鬼啦，要不然瘦的鬼，要不然就酒鬼啦，要不然就赌鬼，一堆。所以工作起来，通常讲话直接快速，而且直接的，而且脏话不会断的。尤其你看我们综艺节目几个更高深一辈那大哥，那镜棚里面就脏话都不会停的。所以我们也是从小耳濡目染，也就习惯了。所以带助理啊，或者跟一些艺人朋友啊，讲话就很直接，完全没有，那不叫白目。那个叫做命令，我跟你讲话就是个命令，所以说实在，在公司也霸惯了、恨惯了嘛。因为做久了以后，上面就老板，下来就你了。我记得有一年呐，就是因为我们刚好有一档戏刚拍完，那个档戏的预算呢还没结清楚，但是我心里面大概知道应该是赔的，但是还没有等到另外一个统筹来给我结案，但是呢，又有个新案子，老板丢过来了，所以要开始筹备，找演员、找场景，还有预算要编。刚好的一个梅亚走过来，到我们办公桌这边，然后就有点就是要装可爱什么，因为我每天上班都板着脸嘛，所以他来这边就稍微有点装个可爱色，对，有点撒娇什么。我就看说装可爱跟讨人厌不一样。他装可爱，他装可爱。你装可爱一手要这样子啊，赵哥，类似之类的。你对装可爱的刻板印象就是就要这样。好，你可以讲了，赵哥可以讲了，跟你说吧。没事。他来的时候就说，哎，赵哥，明天有没有空啊什么的？哎呦，要约你？对，不是他不是要约我，我说我因为在开会，在跟别的助理讲事情。我说什么事啊？他说那个明天呢，我们要庆祝那个父亲节。我是心里面想啊，父亲节有什么好庆祝的？我说我没空，你滚。我就叫他滚，然后我就继续开会，我就叫他滚。他都装可爱了，你还叫他滚？我跟你讲，我不吃这一套的。我吃哪一套？你滚！我比较喜欢就是一板一眼，烧饼油条一套，类似一套。喜欢来这一套，我不喜欢那种撒娇，我就知道那一定有鬼，所以我都要滚。
那就开完会以后出来的时候，哎，又遇到他，又来他说赵哥，对，我们明天那个他就讲了那个另外那个统筹的名字，他说那个小峰哥哦，孩子生出来了，我们要帮他办个父亲节，帮他庆祝热闹。那顺便公司有一些同事啊，可以把父亲啊带来办公室啊，要干嘛？像那个叫什么家庭日还是什么？类似了。那我那个时候就大脑也没想，很快我就直接讲，父亲节就父亲节，有什么了不起？谁没父亲谁没爸爸？我就这样讲了这个话。反正就是意思就不去。挺有道理的。这一讲下去，你就看整个公司，因为我们公司是开放式的嘛，不是隔间的，就开放式的办公桌，那20-20个人坐在那边。哎，因为你这个话一讲话，哎，本来大家是欢乐的气氛的时候，因为这样讲，就空气就凝结了。哎，你一定戳到想错谁了？小姑娘戳到谁了？戳到谁了？小姑娘站在我旁边，眼泪就唰落到地上。我心里面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小姑娘旁边的助理就拉我一下，就说：“赵哥啊，就像那个梅梅啊，上个月才在公司请丧假，爸爸才刚走。”哇！我就倒吸一口气，哇！马上转头拿着香烟就去外面阳台抽了。我以为你不忍一下，你不忍一下，你当下吸一口气，回头不是安慰他，对，好什么？太逃避了吧？不是，我跟你讲啊，在公司啊，当哥的啊，通常不会跟他说抱歉，不会讲对不起，那个样子，那个态势一定要有。即便是我错，也是别人错。我跟你讲，在制作公司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电视台也一样。你现在自己当长官也都是一样。你现在自己当爸爸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吧？那是，哎，可是也是有一些反差啦。漂亮，非常的好，该你了。这个发型都一样，对，你说你啊？哎，不是我，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主持一些活动，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年轻，在音乐台工作，所以就活蹦乱跳了，就被派去做很多不同的主持工作。 VJ 嘛，以前啊，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有出那个以前有一阵子很红的玛格丽娜，有没有？嘿，我们台湾还出台湾的中文版，噔，对，大家都跳那个。所以那时候还算蛮热闹的，所以就会有一些团体啊会找我们去主持各种的联欢晚会啊、大场小场啊，什么水果公主、葡萄公主啊，反正那时候就有主持到几个比较特殊的场合，譬如说是一场是我记得是军队的，军队的小场联欢晚会，那他可能就是地方办的，那我们那时候因为名气没有这么好，所以就说，哎，那可以来主持，那我们就很开心啊，就去啊，好，就到了中南部的某一个部队，然后那天晚上就是联欢晚会这样，我就在想说。我开场我要来一个什么？要来一个什么爆的？就是这个炸下去，大家一定会开心的。先把场子干热。对，我想说只要头过身体过，后面我讲什么他们都开心。我想，哦，有了，我就冲出去啊！大家好，我是张浩志，跟大家见面啊，什么很开心。然后说哇，然后就这样，哇，从来没有主持过一场活动，所有人的发型都一样哎。这应该会笑吧？笑，他笑了。我跟你讲，他笑，现场所有人应该会笑，对不对？会啊，某些人应该会笑。因为我主持这个活动的时候，差不多是20年前哦，20年前，所以那时候军队的发型管理是真的很严格。现在大家比较自由一点，对，一定就是很短，而且尤其坐越前面的越菜。越整齐，大家就笑哦，笑得开心啊，然后长官也站着，长官也在那边捂嘴笑，感觉起来应该会笑的。然后我就哎呀笑了，开心了吧？过了吧？后面果然那场活动就很顺利。然后后来又应邀去另外一个场合，好，也是类似像这样很多人。也是部队啊，也是部队，看守所。看守所很像。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带了几个艺人去做他们的小型康乐会，然后我又想说，哎，我待会出场我一定要来一个爆的，可是一句话过就过。后来我就想一想，这个又不能乱开玩笑。哎，我上次在那个绕军的时候，我讲过一个爆的，如法炮制。哇，这个一定中。一定中！我就冲出去，哎，大家好，我是乔治，我第一次来到这边，很开心跟各位见面。哇，从来没有主持过一场活动，大家发型都一样哎。哎呦，没有人讲。我跟你讲，什么叫做眼神可以杀死人？我那一次终于知道了。
旁边要是没有那些警卫站的话，你看张兆志享年26岁，真的。陈哥的说话艺术让赵正平大暴走。我们也去花莲监狱，我们去花莲监狱打篮球啊。你直接告诉他们我有编号，叫我编号，我说他们会把你当自己人聊，叫我3068，好不好旁边要是没有那些警卫站的话，你看张兆志享年26岁，真的，哇，那个下面的那个多不好笑，你知道吗？我很对不起后面上来唱的艺人呢，他们因为场子没干热，头没有热，然后后面大家就整个场子都超气氛超低迷的。因为他们都在下面想说我们发型为什么一样，你不知道吗？对，可是不然要怎么开场比较好啊？在看守所做这个不需要开场，那个地方都关人了，出不来。你给他开场开再好，他也不会怎么样啊。对不对？有的可能是终身不能出来的。你怎么弄啊？赵哥这话是不是说急了？不，这就我做这行的关系了，所以你看讲话就那么直白。赵哥，我这边有几场那个看守所，谢谢，平安，谢谢。你自己。赵哥一上去说：“哎，大家好。”反正大家都是自己人，好，我也都是过来人了。谁看你过来了？对，我没被关过。你要先拉成这个，同理心，你要先拉在这个位置上，对不对？对。当年我关的时候，对，你就这样讲，对，他就觉得哦，自己人，对，他们很容易有认同感。如果你不相信，我现在剃头给你看。马上就推，怎么样？这句话像嘛？对，先拉近彼此的距离，再算算你我的运气。算他多少钱还剃光头，笑死啊！对不对？怎么可能呢？各位不要叫我赵正平，叫我3068，好不好？3068。哎，你听出来了？你白痴啊你！讲这个，你说这样讲有效果？说实在的，好玩多了。下面应该会翻脸吧？不会哦，好险！你直接告诉他们我有编号，叫我编号，我说他们会把你当自己人聊。真的比较有效果。对。那个年代跟现在可能又不一样。那以前探监不容易，所以说你今天能够带个活动进去，像以前我们也去花莲监狱，我们去花莲监狱打篮球啊，跟受刑人一块打篮球，给他们明星篮球队。哎，当时我们有去探望他们的，结果呢？效果很好啊，那他就很热闹，大家。你需要让他们吗？还是他们让你3分？不用让吧？那你是我们要让，我们当然要让，我们不用抢得太厉害。你是介绍自己是3068，还是介绍自己是5086？还是介绍自己跟我进来一下？我想知道0857啦。哎呦，0978啦9453呐，9753。好了，我们接下来刚刚的是说错话了，谁不会说错话，对吧？但是来了 ，Oh my God， 真的太强了，这么尴尬居然能救回来。哎呦，这就是会说话的好处了。好，我跟你说，有一次呢，我跟我老公去家具店，我真的是快想把他给掐死在家具店里面变坟墓店。老公比你更不会讲话。我跟你讲，这辈子找到一个比我笨的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上辈子不知道烧了什么好香，太笨了，开心了。那一天呢，在那个家具店的时候，遇到一对夫妻，带了2个小女孩。然后呢，因为对方身材有点像陈哥这样，比较福气的。有福气，好命啊！你们要爱的小手吗？哎，福气，收工，福气。我的膀胱有点胀，我想去上厕所。你聊完录完这一段，自己叫车就好了，好不好？我没办法，还没领钱，你先做。陈哥满胶原蛋白啊，烹饪啊，对啊，福气，烹饪，对，福气。然后呢，那个妈妈就反正就是她有2个小孩嘛。然后我老公就看到他，然后就一直说，还有一个是什么性别啊？那我们就愣在那里，想说应该没有，因为我稍微看了一下，然后爸爸也尴尬在那里，然后他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对方的妈妈已经意会过来，就说没有啦，就这样，正常人已经听懂了吧？比较圆润一点，就以为人家有人家还有一个有喜，问他说里面那个是什么性别的，可是人家妈妈已经转换说，说没有，没有，我老公听不懂，他继续问说，所以你们希望是什么性别？然后换那个妈妈已经很尴尬了，你知道吗？换对方的。你老公能不能不聊呢？干嘛一定要跟他聊？对呀，我就说你看不懂别人的表情吗？对方的老公就说，没有，2个已经够了。这句话我老公还没听懂哦。啊，你不要啦。对，没有。哇，那这一胎太不小心了。不是，天哪！所以没有3个月不能讲是吗？他又补了第3句。我就跟他说，这场怎么救啊？我当下我就说，没有，我老公太想要第2胎了，所以他看到别人，他是用去问别人，然后希望我再帮他生一个小孩。这个不错，自己跳出来了。对，我就真的是很可怕。我觉得他完全怎么会找到比我还白目的人呢？可以弄到自己身上。太想要第2胎了。而且反正因为我怀孕的时候胖了30几公斤，大家都知道，对，所以我的小孩生出来不是像一般的小朋友是皮肤会有点皱皱的脱水，正常的孩子是皱皱的，对不对？可是因为不是啊，没有，因为我太胖，我小孩是巨婴。4000啊？对。哎呦，我小孩是剖腹，我小孩是巨婴，所以我小孩生出来就是白白嫩嫩、肥肥滋滋的，直接炸开的那种。对，可是你知道那时候去婴儿室的时候，不是排开来，正常来讲都是皱皱的吗？我老公在大家都在看小孩的时候，冒出一句：“为什么其他小孩都皱皱的？”你知道那个听起来在爸爸妈妈的耳里是有多刺耳吗？我就说，我当下救了他一命，也救了我一命。我说，哪一个老婆希望胖了35公斤，只为了生出一个白白胖胖都不皱的孩子？我说，妈妈都会希望自己不要胖太多，小孩生出来之后再养就好。对。活动现场爆粗口，巧妙救场，超厉害！厂商他们又在改东西的时候，他拿着一个麦克风就然后回头看我一下，然后还是随口说了一个送出去了，这是死亡现场哎！可是你知道他一转头，他一上场，他说：“各位同仁，等等抽奖想要抽几把？”然后所有人就是谐音梗带过。你看严丽婷也生了巨婴嘛？对。严丽婷生完的第2天，她就很高兴的挤着奶，带着奶瓶，经过了育婴室以后，然后就看着自己的，然后喜滋滋的看自己的小孩，躺的也是这样一盆一盆的，然后发现有别人来看孩子的，就看一看他，看到他这个，他不知道他是他的生母，你知道吗？就看，这应该明天就要出院了吧？出院啊，他才刚来啊，他太大只了，太熟了，那个盆子太熟了，那个盆子他睡得满满的，你知道吗？那么重啊，应该明天就要出去了吧？你看看大家，夫妻都很大只。天哪！我还有一次在月子中心还没出去哦，然后有一个妈妈问那个护理师说：“请问一下，你们这边有接受延托是不是？”有人会住2个月的。对，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小孩已经看起来3、4个月了，怎么还住在这？是哦，然后我们有接一些回头客，回头客。这个小 baby 明天就上幼稚园了吧？明天就结婚了吧？在那边住他妈6年了，住到小学，这边住6年。我这是分享我看到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他真的是太强了。因为我在那个主持尾牙比较没什么经验嘛，所以之前我就是朋友去主持尾牙的时候，我就会说，有没有机会让我去看一看啊？尾牙要怎么样热场啊，或者是大概流程是怎么样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去看了我朋友的尾牙的那个主持，然后我那一天就看到那个厂商啊，还有那个老板啊，就各自都会一直过来改他的东西。可是那个其实对一个主持来讲，是在现场会觉得很干扰，而且很烦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也会不知道到底要听公关公司的，还是要听老板的，因为2个人各自有各自的一个想法。OK。所以他那时候不知道在干嘛，要讲，然后上上下，我就看到他已经很阿杂了。
就在某一次他下来的时候，好像厂商他们又在改东西的时候，他拿着一个麦克风就然后回头看我一下，然后他就随口说了一个，就是拿了一个脏话。啊，哎，我们这怎么播？可以播吗？那就变 BB 了吧？这消音了，对，他就这样50万，然后麦克风已经开了，送出去了，这是死亡现场哎。然后你就听到就是扩音是，居然有 echo， 真是了不起。音控刚好在帮上一个歌手在对音乐，有没有？调到唱将模式，唱将模式。他眼睛风衰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他眼睛也是睁很大，可是你知道他一转头，他一上场，他说：“各位同仁，等等抽奖想要抽几把？”然后所有人就是50把、5把、8把这样子。然后就这样过去了，因为他下来就是说，他其实在问我，刚刚是要抽几把？谐音呐，谐音梗带过，现在可以哦。对，就是原本下来的时候，公关还想说，你刚那个是，他说没有在，可能 A 口，所以大家误会。厉害。但下面其实一开始其实有冷哦，就是那个几把的时候，大家原本还蛮热闹的，就是一阵静默。有一种冷冷的空气在下面弥漫着，然后那个看得出来董事长什么是有点这样子，还在疑惑的时候，他就上去问大家要抽几把的时候，整个场子又热起来，很厉害，一切就是这样子。就过去了，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强哦！因为要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厉害，好厉害哦！我觉得很厉害，可是因为这样子空间会回荡比较好笑。对，但是因为它不是我的故事，因为我那时候他们在跟我蕊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我人生虽然都很笨，但是我一定有帮人家救场过，你们让我想一想。然后我就想，对，我真的想出来了吗？我想出来，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我朋友，我们一群一个蛮大的一个聚会，然后就有一个朋友进来的时候戴了一个护目镜，然后我们大家看了，大概就是心领神会这样子，然后现场当然男男女女，那坐下来，如果人家没有特别讲什么，我们也不会想说。护目镜是看得到眼睛的吗？还是？就是有点透明，有点颜色的，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眼睛有点肿肿的，然后可能看起来明白，割双眼皮之类的。反正他不讲，我们就也不要讲。打卧蚕啊，对，就是好多项目哦。结果反正进来我们吃一吃，然后我就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生，她就一直这样。哎，你眼睛看起来怎么肿啊？然后我内心想说，我们就这么多人，你一定要聊这件事嘛。他们有要聊就不要聊嘛，因为还有其他男生在，或许是他也不想讲啊，因为我们女生有时候做东西也是想心照不宣就好，对嘛？对。然后他说没有啦，人家讲没有就不要跟你聊了嘛。以我这个白目我都知道了，然后他就还没说，可是你看起来超肿的，哎，就割双眼皮啊。然后那女的就这样。没有啦，然后我就看一下，然后我坐在中间，我超讨厌坐在中间啊，听人家聊天的。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好尴尬，他又不想讲话，然后我就看到他嘴巴又要讲哦，就是感觉跟她老公一样，就是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咬住就不放的那一种啊。然后他以为他是鳖，就他就又要讲的时候，我说没有。应该是去雷射近视，因为我觉得雷射近视感觉也要戴呀，对，我说是雷射近视，我之前雷射近视的时候也是这样，有点不舒服，然后他就这样，对啊，我去雷射近视啊，这样子，然后他说是哦，那怎么？我说吃面，就这样吃面好了，可以了。但是那一次我觉得算是。他也稍微下得了台，然后他也闭嘴了，救的还不错，我觉得。我也觉得蛮好啊，还行哈。也就是其实你说救场，其实就是有没有幽默感嘛，你的幽默感要恰到好处，然后要。我刚刚在化妆间也救到一个，救谁？职棒球场大口误，张兆志直接射死。跟李倩蓉2个人，我说，等一下，我们开场一定要来个爆的，振奋精神的感觉。我说好。然后呢，龙狮虎象鹰牛金，个个都是好精英，很好啊，好不好？各位朋友，龙狮虎象鹰牛金，个个都是好。最后2个字讲反了，
所以就社会死亡这样。我刚刚在化妆间也救到一个哦，救谁？哦，赵哥走进来说，哎，我说哎赵哥，他说哎，现场就我们两个最好到了是不是？然后我就说赵哥尊重一下。蔡小杰早30分钟就坐在这边了，你有没有看到他？蔡小杰坐在那边，已经妆发好，坐在那边，也要跟他打招呼，然后没看到人叫，训头呢。然后化妆室的灯有点暗，所以只能看到化妆这一排的灯是亮的，他是坐在对面那个没开灯的地方是比较暗，所以没注意到。你是临界的朋友啊？赵哥今天发生的事情还不止这样啊，还有吗？他今天在那个化妆室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说，我跟你说，我最近当爸爸，我会帮小孩洗屁股了。哎呦，阿诺讲了一句超经典的话，因为赵哥很骄傲嘛，就是我是一个男人，可是我会主动帮小孩洗屁股。对，阿诺就说，赵哥。这是你该做的吧？然后我就在旁边说，没有，赵哥愿意这样做，已经是很多男人之中的 top 1了。就是我也是白目的人救白目的人，这个太这个了不起呀！啊，我快哭了。这一集好励志哦，真的，在下面已经演出了。世界是有爱的，互助会。哦，这叫互助会。对，我们在互助会。智商不高的人就要帮助智商不高的人。太厉害了。我的是这个也是一样，又是主持一个很多人的场合。我还记得那一年啊，我们的职棒有7只龙狮虎象鹰牛金，7只，你看是多久以前的事情？那是我国小的时候哎，对不对？有金，有是什么？金鱼的金，金鱼的金，龙狮虎象鹰牛金。现在是有很多啦啦队会出去跳舞嘛，像职棒啊、职篮都是这样。但是在以前，他们就找些艺人啊，然后就动感啊，会带气氛啊，在开球之前出去带大家，譬如说范晓萱的健身操啊，或者说MTV 音乐频道 VJ 带来这个玛格莲娜，带大家一起动一动这样。然后，可是呢，很幸运的是那时候的转播是只有转播主播台他开一个画面，然后我们现场他就会互跳画面，所以呢。我们拿麦克风在现场的声音，带气氛的声音，主播他是听不到的，他只看到我们在那边这样，就是这个概念。他没有送现场的声音，他没有送现场的声音，没有现场，只有主播的声音，不然他会串嘛，因为我们也在那边吼吼叫叫。好，所以呢，我那时候也在车上，要到棒球场之前，我就跟李倩蓉啦。跟李倩蓉2个人，我就说，等一下，我们开场一定要来个爆的龙狮虎象。我就看他那个主持稿建议嘛，他说啊，龙狮虎象鹰牛金可以讲类似相关的那种吉祥话或者什么振奋精神的感觉。我说好，然后龙狮虎象鹰牛金，个个都是好精英，很好啊，好不好？好，每一队都说到，每一队都不得罪，对联啊，可以吧？还可以。好，我就在车上我一直想，龙狮虎象鹰牛金，个个都是好精英；龙狮虎象鹰牛金，个个都是好精英；龙狮虎象鹰牛金，个个都是好精英。麦克风一拿到，我冲出去带李倩蓉2个往场中间冲。各位朋友，龙狮虎象鹰牛金，个个都是好。最后2个字讲反了。所以个个都是好。讲反了，可这也是事实啊。对啊，讲反了，错了，都是很好的称赞哎。笑哦，对，不要这个讲反加一个变都有，个个都有好，这样就可以。但是我是多事嘛，然后就全场就开始爆笑，然后就主播就说，不知道他为什么，好像就在笑得很开心啊，现场大家都笑得很开心，然后我那时候已经尬到不行了，你知道吗？我说真的是，你一讲就知道错了，因为那2个字太明显了嘛。还好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YouTube 之类的，我看这流传一辈子，而且那时候声音没有出去，只有现场的球迷观众他们都听到，然后大家都在笑，然后倩蓉就很害羞，就说你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这样愣了大概1秒钟，我说代表他们个个都有强壮的身体，这些也不是不争的事实啊。要是没有强壮的身体，怎么会有好的对道理啊？怎么会是好精英呢？对，哇！然后大家就笑了一片，然后刚好导播就下音乐，然后我们就大家开始玛格丽娜，然后边跳心里面就社会死亡这样，社死。刚刚以上他们的故事都是被救场嘛，我是被救命啊。
在所难免啦，因为我还是要讲回来，我们做这一行的，尤其是做幕后啊，南巴里喽啊，哪有不认识一些黑白两道？一定都会认识。我刚好那一年，那时候我还没幕前哦，我还在做幕后。那几年当中呢，认识一些会做赌的朋友。但是他们是做正常的，不是做太诈赌的那一种。那个也是会弄一些局，就是赌博团啦。对。那他们做这些赌的朋友呢，那几年我们走得比较近。那说实在，每年啦，难免各大的堂口大哥啊，都会办一些春酒啊，或者是尾牙嘛，因为公司办尾牙货，公司赚钱啊，这个很正常。那我们就会去到处去跟这些大哥拜码头嘛，这都很正常。所以那一次呢，也就带这些做赌的几个朋友，男的女的，就一起去嘛。有一个人也无聊，多带几个，反正就蹭吃蹭喝嘛。那当然到了人家局里面呢，那一桌办下来，那几百桌，一两百桌有啊。有那个五湖四海什么歌，各大帮派人都有来。那我们当然在主桌旁边呢，难免就会敬酒啊，这个歌啊，这个歌都这样就敬嘛，就跟着敬嘛，跟着这样喝。那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有的叫得出名字，有的是叫不出名字。反正就是大家这边喝多了，也就最后拍拍屁股就走人。我们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在那边跟着敬的时候呢。有一桌大哥，你要知道，大哥敬大哥，那个气势就不一样。另外一派的堂口大哥一来敬这个大哥的时候，旁边那个大哥小弟就跟了一堆了，就几十个，那就是气势嘛，就比排场，对不对？那两边大哥站起来就40-50个人，我那个气势，我真的比那个电影的还屌，你知道？那我们当然就是被压缩在旁边嘛，因为我们也没几个人，我们大概也就4-5个人，是吧？然后那个大哥呢敬完他以后呢，我就被大哥看到，就说，小赵，你在这啊？因为他们人多嘛，我们这他们没几个。我一看到，大哥，好久不见，就先喝一杯，你知道吧？我说啊，那这个大哥就多补一句话，我以为大哥要走，结果大哥没走，就大哥多补了一句话：我们在高雄喝过，你知不知道？大哥，我当然知道啊！哇，大哥都没变啊，身体还是一样健康啊，身体现在应该越做越大了啊！我就这么讲嘛，正面话。太哈拉了哦。对啊，但你不记得？不是。大哥旁边的小弟，其实大哥旁边的小弟大部分都是党9部队，所以有几个来的时候已经有点像八家将一样，这么晃了，你知道吧？就一喝差不多了，已经喝不少了。对，所以其中有一个小弟就讲：“你这大哥就叫，你知道大哥叫什么名字吗？”哇，就讲这句话。哇，考题来了，哇！我就从那个一阵那个麻感冷感啊，就从头麻到脚。赵正平得罪黑道大哥，靠这一招捡回小命。我见过，但是不会去记得嘛？怎么回？好难回哦。有，我还是硬回啊，我就说，傻逼哥，傻逼哥。旁边的小弟杯子就他妈的丢过来，男的就冲上来，先说声，眨个眼睛，我就知道我要翘头了，要不然小命不保。好像电影哦。麻感、冷感啊，就从头麻到脚，就从脚再麻上头来。哇，陷阱卡！我哪知道这歌叫什么名字？快点，我见过，但是不会去记得嘛。我们又不是江湖中人，一天到晚都在这些地方跟人家大哥。有时候名字记不起来。对，我们顶多是到这会很失礼吗？如果讲不起来的话，应该这样讲吧？要不然你就不要哈拉。前面那一段，什么大哥，你什么身体很健康，看你都没变，现在声音应该准，要不然你都不要哈拉这些，你哈拉这些，人家就给你。是因为你哈拉这个，装熟。不是，那你也不可能大哥说，我在高雄我们一起喝过，你怎么不能？是没事，你怎么不能这样嘛？不能这样啊，没事，应该有，平安。大哥他妈旁边那么多人给你面子，你居然说没事，我们还好。我们在高雄喝过，你也记得吧？对啊。那怎么回呢？如果他是不记得吧？其实你是不记得嘛？怎么会记得嘛？我们通常都是我都知道怎么回了，不记得要怎么回啊？所以我当然就直接讲，这大哥啊，身体健康啊，对，我当然就回，大哥身体健康，我还不错。场面话说完了，一定会讲这些。那谁知道小弟就会给你马上考个试？怎么回？好难回哦。有，我还是硬回啊。硬回了，因为我要想一下，我记忆当中几个大哥曾经一些名字，我就说。傻逼哥，你认真讲出“傻逼”这2个字吗？
还是只是现在只是因为是故事，讲个代号，讲个代号，我就在讲傻逼哥。这一讲傻逼歌手，旁边那个小弟杯子就他妈的丢过来，就呛一句：傻逼是我们仇家，你他妈叫傻逼哥。讲到对家的我就知道名字，叫错了，完了，那就真叫错了。这个时候你看到，因为我旁边也是有人，虽然我人不多，就3、4个而已。男的就冲上来，先说声抱歉，大哥，我们讲错了。可是这个就麻烦，因为后面错了要怎么惩罚，还是怎么样，也都不知道。所以同时旁边一个女的更厉害，因为都是做赌的，她直接就在桌子旁边说：“哎，各位大哥，叫错人名没事，今天来玩一把真的。”就拿一本10万的，啪放在桌上，来3仙归洞，他拿1个1元扣3个碗，你猜得到这个1元在哪个碗里面，他就开始变了嘛。这把10万马上送出去，今天喝酸酒，大家开心就好。哎呦，马上转换这个局马上一转，我就看我旁边那个兄弟，因为他刚刚帮我拦，我那兄弟给我眨个眼睛，我就知道我要翘头了。对，快跑！我如果不翘头，这个局能撑多久不知道。我过几天又被他弄，电影啊！所以这一弄，马上我就又往后面拿根烟，抽了进去，必须。你只要抽烟就是要跳头的，必须撤场，必须，真造了，要不然小命不保，小命不保啊，小命不保。好厉害哦！那个3个碗，然后一个对，3个碗3个，然后10万，就这样。我以为有一个人聪明的跳出来，直接叫那个大哥的名字。对啊，对，比如说舅舅哥，你怎么会考他这个问题呢？对不对？只是知道他名字的人就直接知道名字的叫出来就好了。他们可能真的没有旁边的人知道。小弟如果都是清醒的，今天也不会问这个话，因为大家都喝了差不多，都在晃，所以难免有的时候小弟喝了酒就想闹事，你怎么知道他声东击西啊！今天这个分享我觉得很好惊险呢，因为说话是每人都要说的，对，说话是每个人从小到你出生哇哇坠地之后，大概是不用教就会的一件事情，吃饭跟说话，可是怎么说话就要学，当然就要学了。对，我们那句家言，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这话真是非常好的一句话，所以懂得把话说好，说得棒，说得妙，大家一定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好，女王大人，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 ，See you， 拜拜。谢谢大哥，恭喜大哥，谢谢小姐，好久没看到了。哎呦。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